贫困生爱上了我的未婚夫，说要和我公平竞争。我规劝他有大好前程，没必要为了个男人上赶着知三当三。他却痛哭，扬言要跳楼。喜欢一个人有什么错？难道因为我穷，我就不配拥有爱情了吗？未婚夫更是指着我的鼻子怒斥：你是养尊处优的大小姐，可你也不能霸凌别人。他喜欢一个人并没有错。就这样，学校里开始流传富家女霸凌贫困生，未婚夫则光明正大的在贫困生身边悉心照顾，朝夕相处。我是在替你赎罪，你霸凌同学，现在这些都是你该受的。我想去起诉，还原真相，却被疾驰而过的车撞飞，当场死亡。等我死后，贫困生在网上红着眼道，虽然他死了，可他带给我的伤害不会消失，但我会更加坚强地活下去。他成了励志校花，赚得盆满钵满，而我爸妈一夜白头，双双自杀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贫困生要跟我公平竞争这天。没错，我就是喜欢江素，难道喜欢一个人也有错吗？在感情里，不被爱的那个才是小三。我都还没有正式追求江素，你怎么知道他不爱我？林夏雨，你敢跟我公平竞争吗？前世，我听陆西西说完这番倒反天罡的话后，想着她家境贫寒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去，改变她的未来，而不是为了一个男人辞境。于是我劝她好好学习，将来她肯定会有大好的前程，知三当三会留下黑历史。可她不知好歹，转身就上演了一出跳楼大戏，还用她的贫穷道德绑架我，说是我嘲笑她穷，不配拥有爱情，她的死都是被我逼的。最后甚至跟我那个傻逼未婚夫一起，给我塑造了一个霸凌的千金人设。关于我霸凌的谣言满天飞，我成了过街老鼠，走到哪都被人骂三害，说要除了我。我不甘心，决定去起诉，却在去法院的路上被车撞飞，当场死亡。我死后，陆西西更是凭着受害者无辜又坚忍的姿态做起了博主，鼓励所有的被霸凌者都站出来反抗。她获得了超高的人气，成为正能量的代表，赚得盆满钵满。而我尸骨未寒，爸妈伤心欲绝，双双自杀，整个林家家破人亡。这一切竟然只是因为我出于好心劝陆西西不要做小三，重来一世。她既然这么喜欢做小三，我成全她。我抬手狠狠一巴掌扇在陆西西的脸上，清脆响亮的声音瞬间吸引了操场上学生们的视线。陆西西被我打懵了一瞬，下一秒反应过来，眼泪瞬间溢出眼眶。林夏雨，我竞争你个头！我大声喊道，恨不得整个操场上的人都听到。当小三还这么趾高气扬，你的脸皮是落在你妈的肚子里了吗？周围很快就热闹起来。陆西西捂着脸站在原地，泪眼汪汪地盯着我，眸底盛满了委屈。这楚楚可怜的姿态，谁看了不心疼？还有不明所以的人在问，怎么回事啊？林夏雨先动手打的人。既然有人真诚发问，我就大发慈悲告诉他们答案。咱们这位陆西西同学看上我未婚夫了，要跟我公平竞争。他说了，感情里不被爱的那个才是小三。我也是为了他好，把他从小三的道路上给拉回来。闻言，众人鄙夷谴责的视线都落到了陆西西身上。陆西西放下手，让脸颊上的红印露出来。她看上去快要碎了，悲愤地瞪着我。林夏雨，你想毁了我的名声，逼我退学是吗？好，我现在就成全你。他还想上演跳楼的戏码。我惊讶地倒吸了一口气，打断陆西西的话，你该不会不想活了吧？我后退一步，举起双手，大家帮我证明一下，我只是劝他不要当小三而已，这也是为了他好啊。虽然大部分同学都是看热闹的，但还是有人见不惯陆西西装可怜，鄙夷的讽刺。他才不敢死呢，演什么戏呀？恶心！你都有胆当小三了，还怕什么？哭什么？去酣畅淋漓的做你的小三吧。陆西西最后一条路被我堵死，她这才慌了，站在原地泪如雨下。就在她最无助的时候，江素来了。她拨开人群走进来，看到我和陆西西，然后径直走到陆西西身边，形成保护的姿态。斥责的视线却落到我身上，林夏雨，你是不是欺负人了？她延伸开口，爹味十足，给陆西西道歉。不等我开口，就有人对这个傻逼了。江素，你不是林夏雨的未婚夫吗？事情都没弄清楚，你怎么就站在别的女生那边？是陆西西挑衅你未婚妻，说喜欢你，要跟林夏雨公平竞争。林夏雨只是让她不要知三当三而已。听完，江素却依旧站在陆西西那边，沉声训斥我，就算陆西西喜欢我又怎么样？喜欢一个人有什么错？林夏雨，你至于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一个小姑娘下不来台？你爸妈就是这么教你的？我瞬间火大，他一个不要脸的死渣男有什么资格提我爸妈？我2步走到江素面前，他居高临下看着我，你现在就给陆西西道歉，否则我要重新考虑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我一个大逼斗甩在江素的脸上，下一秒他的脸颊上就浮现出红印，跟陆西西的还是情侣款的呢。江素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林夏雨，你敢打我？我轻蔑地嗤笑，一个死渣男，我想打就打喽。上辈子我的死，江素也脱不了干系。陆西西得死，他江素也别想好过。陆西西依偎在江素的怀里，哭得梨花带雨。江素，
我没事，你别为了我跟。江素已经放开了陆西西，上前一步拉近我和他之间的距离。他周身散发出强大的压迫感。林夏雨，我平时是不是太宠你了？原来我对江素的喜欢竟然给了他如此强大的自信，甚至让他忘了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了。我忍俊不禁，你宠我？江素，你们江家的所有资产加在一起都不足我家的1%，你宠我？你有那个实力吗？江家一直靠我们林家资助才能有今天这一点点小小的成就，这件事江素一清二楚。以前我不提是给他留面子，现在，呵，他的面子，我的鞋垫子。江素脸上的表情像是被什么刺痛，他压低声音警告我，林夏雨，你若是再口不择言，我又抬手甩了他一耳光。江素怒火中烧，抬手就要还回来。我微微扬起下巴，冷眼看着他，云淡风轻地问他，你敢打我吗？江素抬起的手在半空中猛地一掷，他当然不敢了，因为他心里最清楚，没了我们家的支持，江家连要饭都找不到门。周围同学的视线对江素来说就是扯下他面子的手，揭露出他最不想被人知道的一面。软饭男。他一把握住我的手腕，用力捏着，在我耳边低声说，你跟我过来。放手。我冷声命令。江素压抑着愤怒，林夏雨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轻声道，放手。江素终于放开了我的手。我冷冷一笑，江素，我们解除婚约。江素紧绷着一张俊脸，声音又沉又冷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笑出声，意思就是我不要你了，你可以滚了。被我当着全操场上的人下了面子，江素眸底溢出狠意。你认真的？我轻审，丢垃圾还有什么认真不认真的？江素咬牙点头，好，林夏雨，你别后悔。话落，他转身大步离开。陆西西连忙跟上去，江素，等等我。我冷冷地收回视线，找到车子，离开学校去了公司。看到爸妈，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，决堤而出。前世我死后，灵魂飘在半空中，看到爸妈抱着我的尸体痛不欲生。他们出动整个律师团队，一定要将害死我的人绳之以法。可结果还没出来，我爸妈就自杀了。那个时候我只能飘在半空中干着急，却怎么也阻止不了。现在我重生了，我终于又回到了爸妈的怀抱。这辈子我一定要好好守护我的家庭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被人欺负了？是谁？我爸怒声问。我吸了吸鼻子，又擦掉眼泪，摇摇头，没什么，我就是太想你们了。我爸妈自然不信，毕竟对他们来说，我周一去的学校，今天才周三。我爸气得原地转圈，又回来问我到底怎么回事。你跟爸说，谁敢欺负你？我他妈！我妈一个眼神过去，我爸立刻把脏话咽了回去。小雨，你跟妈说。我妈柔声道。我把江素和陆西西不清不楚的事情都跟我爸妈说了，又说我已经跟江素分手了。爸妈，你们把给江家的投资也撤回来吧。我和江素青梅竹马，我爸妈看在我喜欢江素的份上，并不在乎江家是不是跟我们家门当户对，只要江素对我好就行。这么多年，江家一直靠我们家的资助支撑着，但始终没有发展起来。如今江素背叛我，我爸一个电话就宣布撤资。资本就是这么无情，这是江素的福报。当天晚上，江素就被他爸拎到我家，比江素矮半个头的男人猫着腰对我低声下气，小雨，如果江素惹你生气，你让他跪下给你道歉都行，你俩这婚事已经定下了，可别因为一点小事就坏了你们一起长大的情分。小事？我爸冷笑，你问问你的好儿子都干了什么好事，还情分？江父怒视着江素，你到底干了什么？还不快点给小雨道歉？江素定定地看着我，大言不惭，林夏雨，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，你非要把两家都扯进来，有意思吗？江父上去就给了江素一个大嘴巴子，我让你给小雨道歉。江素梗着脖子，一副宁死不屈的架势。江父只能拉下脸，替他那不省心的儿子跟我道歉。我妈轻笑一声，声音依旧温柔，却清清冷冷的，老江啊，你还是先问问你儿子做了什么吧，这件事道歉没用的。他说完又看向江素，江素，你也成年了，敢做就要敢当，跟你爸说说吧。江父似乎才意识到江素犯下了大错，他一脚踹在江素的腿窝处，你到底干了什么？江素反射性的单腿跪地，他立刻站起来，一脸的刚正不阿。林夏雨，我不喜欢你，这有什么错？你难不成还要强迫我喜欢你不成？我晃了晃食指，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哦，你是精神出轨。不喜欢我，你可以直接跟我分手，我又不会缠着你。你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，又贱又渣，还以为自己是纯爱战神呢？精神出轨！江父怒不可遏，终于知道他儿子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祸，我们家是绝对不会再给江家机会了。愤怒之下，江父当着我的面将江素打了个半死，最后被我爸赶出去，教训儿子滚回家教训去，别脏了我们家的地方。江素住院了，好几天没来学校。陆西西哭着质问我，林夏雨，江素只是不喜欢你而已，你至于对他下死手吗？你难道还要强迫他喜欢你吗？他还真是不要脸，小三心疼渣男了，真是谁老公谁心疼。
哈哈，还不是老公呢？我听说江素是被他爸打进医院的，因为林氏集团对江家那个小破公司撤资了。陆西西，我建议你别管江素的事情了，江素他爸真急眼了，没准连你也给打进医院，谁让你勾引人家儿子，结果害人家差点破产。应该快破产了吧？陆西西，你小心点吧。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，陆西西的脸涨得通红。当小三都不害臊，这回知道害臊了。我冷笑，你还在这杵着干嘛？去医院照顾你的未来老公啊。你，陆西西愤然瞪着我，你以为你有钱就很了不起吗？江素甩了你是对的，你这种人根本不配有人真心爱你。周围同学们的声音再次响起，你说反了吧？明明是林夏雨甩了江素，知三当三，还撒谎成性，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这种人竟然能考上大学，我们也是倒霉，竟然和这种人做同学。陆西西是哭着跑出去的，正好撞到陈教授进来，问是怎么回事。教授，陆西西逃课，我帮您把他的名字记上。课代表说，陈教授是出了名的严格，敢逃他的课，陆西西期末肯定挂科。下课之后，我站起来向大家道谢，谢谢你们替我出头，我请大家喝奶茶。这有什么？我们只是看不惯陆西西知三当三，还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受害者。咱们去跟导员反映一下吧，这种人应该开除。同学们都站在我这边，我很感激，但有些事情我要自己做，还是我去吧。下午我就去找导员了，但我也知道这还不至于开除陆西西。导员直接把陆西西叫到办公室，当着我的面对陆西西一顿说教。小女生争点气要点脸，好的不学人家当小三。陆西西，现在这件事只是在学校闹开，还没传到外面，你应该感谢林夏雨，你的助学申请驳回了，还有跟林夏雨道个歉，离那个江素远点。陆西西梗着脖子，眼泪在眼睛里打转。导员，我和江素是真心相爱的。导员，这件事就算了，反正我和江素已经分手了。我善解人意地说。导员自然也不想把这件事情闹大，把我夸了一顿，说我善解人意，为大局着想，就让我和陆西西走了。出了行政楼，陆西西脸上委屈的表情瞬间退下，怨毒地瞪着我，我的助学贷款被驳回了，你现在满意了？如果我不能继续上学，就是你毁了我。天哪！我大声喊，又吸引来许多视线，原来你交不起学费，在申请助学贷款啊？那你还要当小三？现在好了，助学贷款被驳回了吧？你还是赶紧想办法凑钱交学费吧。事情已经闹大，陆西西免不了又被审判，她又是哭着走的。几天之后，江素出院重返学校，和陆西西在学校里光明正大牵手谈恋爱。有人问她，她都会大方承认陆西西是我的女朋友。林夏雨，我早就把她甩了。每当这个时候，都会有男生站出来反驳并嘲弄她。江素，咱能别吹牛逼了吗？谁不知道你被林夏雨抛弃了？这是赘婿最后的尊严吗？江素冲上去，用拳头堵住他们的嘴。以前他们都会看在我们林家的面子上任由江素装逼，现在没了我们林家的支持，江素的光环自然也没了。两三个男生几下就把江素打趴下了。我们这可是正当防卫。是啊，我们这么多人作证呢。江素躺在地上，刚好的脸又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可他却还不了手。我站在一边看着这一幕，还挺爽的。江素，陆西西跑过去把江素扶起来。他看到我，哭唧唧地质问，你为什么要指使他们打江素？我被他逗笑，你有这个功夫，还是想想自己的学费该怎么办吧。不过你现在有个有钱的男朋友，他应该会管你学费的。江素站起来，顶着猪头走到我面前，你少幸灾乐祸。西西是我的女朋友，她的学费我自然会承包。你很拽呀，承包学费你以为是承包鱼塘啊？看看你女朋友那穷酸样，你也给她买些像样的衣服和首饰吧。我轻蔑地上下打量了陆西西一圈。上辈子他们给我立一个千金的人设，我就让他们看看千金是什么样的。滚开，两个穷鬼，别在我面前碍眼。江素咬紧牙关，转身大步离开。江素，等等我。陆西西又追了上去。我的好朋友甜甜提醒我，小雨，你还是注意一点吧，别在公共场合说别人穷鬼。不等我开口，旁边就有其他班的女生笑着过来。放心吧，谁都知道林夏雨是故意那么说气江素和陆西西的。就是啊，林夏雨要是真看不起穷人，早就看不起了。不过我真的好羡慕你呀，我要是有钱，我也会嘲笑我的仇人是穷鬼，这太扎心了，哈哈。我也跟着笑了出来。我就是要扎陆西西和江素的心呀。我不仅要扎那两个人的心，我还要在陆西西面前显摆。甜甜也极其配合我，小雨，你这套衣服真好看，多少钱呀？不知道啊，是品牌方送到我们家的。我是真不知道我平常穿的衣服都多少钱。我查了一下，10万。甜甜感慨，天啊，再加上你的手表，小雨，你把一套房子穿戴在身上了。我余光瞟了眼陆西西，偷偷给甜甜竖了个大拇指。她可真是个可爱的戏精。甜甜背对着陆西西，给了我一个 wink， 小声说，小意思。不仅如此，甜甜还带着其他同学演戏。
上辈子陆西西在镜头面前红口白牙地说我霸凌她，我没办法自证，百口莫辩。虽然她也没有证据证明我霸凌她，但部分网友就是相信她。这辈子我光明正大霸凌她，她却不敢上网哭诉，因为她是小三啊，现在全校都知道这件事了。我还用她说过的话讽刺她，你还想跟我公平竞争？你有资格吗？你只配捡我不要的垃圾。林夏雨，你太过分了。陆西西哭着跑了出去。第二天上课，陆西西就穿了一套香奈儿，还跟我显摆，林夏雨，你有的我都有，你不会以为你花你爸妈的钱比我花我男朋友钱高贵吧？我微微歪着头，我要什么我爸妈就给我买什么，你男朋友怎么跟我爸妈比？陆西西得意地扬起下巴，我男朋友说了，别人有的我也得有，他就是愿意给我买。渣男说的话你也相信？我轻蔑一笑，抬脚走人。这么说自然是故意刺激陆西西。果不其然，他开始跟我攀比，我穿什么他就让江素给他买什么。我没想到江素还是个霸总，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花钱。没办法，我从小就顺风顺水，什么都不缺，我可太爱吃爱情的苦了，甚至还害死了自己和家人。可我只是喜欢一个人，有什么错呢？错的是那对渣男贱女。此刻渣男贱女一起朝我走来。甜甜去买咖啡了，我坐在香樟树下的长椅上等着。江素牵着陆西西的手在我面前停下，自以为是的开口，林夏雨，看到了吗？我女朋友被我养得很好，她现在要什么有什么。我知道你一个单身狗嫉妒她，但请你别嫉妒，因为你嫉妒也没用，毕竟像你这种眼睛里只有钱的世俗女人，根本没人看得上你。我视线落到陆西西空荡荡的脖子上，别在这 strong 了，真有那个实力，给你女朋友买条项链吧。我勾唇虚伪的笑笑，哦，对了，你女朋友脚上这双鞋已经穿了2天了，霸道总裁怎么能让你女朋友一双鞋穿2天呢？你江素一夜，刚才那股霸道的劲儿瞬间就没了。我说了，西西和你这种世俗的女人不一样，她不世俗还跟我攀比，你不世俗那干嘛？我穿什么你给你女朋友买什么？我嗤笑，没钱就少装逼，还世俗？你家当时上门求我们家投资的时候就不世俗了？脱俗的你怎么不站出来阻止你爸妈呀？林夏雨你，小雨，咖啡。甜甜跑过来，冰拿铁。我接过咖啡，不小心洒到了陆西西的衣服上，连忙道歉，哦，对不起，你的衣服脏了，不能再穿了，快让你男朋友给你买新的吧。陆西西红着眼睛，林夏雨，你是故意的。我笑了出来，你看出来了？那你去跟大家说我霸凌你呀，上网说。怎么不敢说啊，小三？我看向江素，那你说吧。你也不敢说吗？软饭硬吃的渣男。在江素牵着陆西西过来找我的时候，这边就已经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人。毕竟现在只要我们3个出现在一起，那就是一出好戏。凑热闹是国人的本质。受不了众人嘲弄的视线，江素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转身大步离开。陆西西手足无措，看了看江素，又看了看他脏了的衣服。我笑着提醒，还不快去追，让你的霸道总裁给你买一套新的衣服。林夏雨，你太过分了。陆西西哭哭啼啼地骂了一句，转身追了上去。就会这么一句。我冲着他的背影笑道，先别着急生气呀，更过分的还在后面呢。我找私家侦探调查陆西西家里的情况，很快就收到了消息。之后我让私家侦探跟着陆西西，而我故意把咖啡洒在陆西西衣服上的事也很快就在学校传遍了。但没人说我霸凌，因为他抢了人家的男朋友，还带着渣男招摇过市，找人家面前显摆。我要是林夏雨，就用滚烫的咖啡泼在陆西西的脸上。真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。陆西西是傻逼吧？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来，江素根本不喜欢他，就是喜欢他能次次都把他自己丢下，他还屁颠去追，真丢人。陆西西和江素终于也尝到了百口莫辩的滋味。前世我说出实情，有些人也不相信，毕竟他们只相信他们想相信的。而这辈子陆西西和江素是真的百口莫辩，因为大家说的都是事实啊。几天之后，我再次收到私家侦探发来的消息，陆西西把江素给他买的那些东西都卖了，但卖的钱他自己没留着，全给他爸妈了。因为陆西西还有个哥哥，陆西西的爸妈重男轻女，陆西西上大学他们1分钱都不出，现在陆西西的哥哥要结婚了，他们逼刚上大学的陆西西出钱给他哥盖房子娶媳妇儿。如果陆西西不出钱，他们就要把陆西西带回去，嫁给老头子换他哥的彩礼，准确的说就是把他给买了。地狱开局，陆西西不想着怎么努力改变自己的人生，脱离原生家庭，反倒致力于谈恋爱。他不死谁死哦，上辈子是我死，所以这辈子陆西西更该死了。该死的还有江素，他装逼给陆西西买了一大堆奢侈品，手里的那点钱很快就花没了。可为了在全校面前争一口气，江素竟然把他那辆奔驰也卖了，卖了的钱自己却舍不得花一分，就为了给陆西西买奢侈品，好让人高看他一眼，也让人知道离开我他依旧可以过得很好。他不知道陆西西把他买的东西都卖了去接济家里，陆家对于陆西西来说就是个无底洞，他怎么都填不满。而对于江素来说，陆西西也变成了一个无底洞，
在我开了一辆崭新的阿斯顿马丁之后，陆西西又找到了江素。亲爱的，你能给我买辆车吗？像林夏雨开的那辆就行。江素似乎开始怀疑自己的耳朵坏掉了。你让我给你买辆车？阿斯顿马丁。陆西西点点头，忽闪着那双清澈的大眼睛。对呀。他亲昵地挽住江素的胳膊，软着声音撒娇：亲爱的，你不是说林夏雨有的我也要有吗？你给人家买辆车吗？江素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底的怒火，车就别买了。陆西西摇晃着江素的胳膊，继续撒娇：买吗买吗，不然我会被林夏雨笑话的。江素突然爆发：我他妈说别买了！他怒视着陆西西：你听不懂人话吗？陆西西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。你那么凶干什么？明明是你说林夏雨有什么就给我买什么，他之前开一辆法拉利，我都没跟你要，这次开的车便宜我才跟你要的。江素都被气笑了：便宜？你管300万的车叫便宜？陆西西，你真是大言不惭，你一个乡下来的土丫头，也不想想自己配不配得上300万的车。陆西西的眼泪更加汹涌了。江素，我那么爱你，原来你这么瞧不起我，那你别跟我在一起啊！他捂着脸转身就跑。江素抓住他另一只手腕，把他拽进怀里：对不起，我不该这么说你。两人在小树林里上演的这一出戏，通过网络传进我的眼睛里，有够辣眼睛。最后江素还是没给陆西西买车，因为这才几天，江家就不行了。我爸在饭桌上说，这个老江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料，他要是还有点脑子，现在把公司变卖了，还能留点家底。我妈嗔了我爸一眼：你还提江家的事情干什么？不说了，不说了。我爸笑了笑，给我加了个虾仁。其实不用我爸说，我也知道江家现在的情况，他们融不到资，而江父还想最后一搏，所以不可能变卖公司。对于江家来说，公司也变成了一个无底洞。我以为江家的公司至少还能坚持个1年半载的，没想到临近暑假，江家就不行了。江素更是找到陆西西：你把我之前给你买的那些东西都给我吧，我有用。陆西西有些慌乱：那些都是女生的东西，你有什么用？江素还是不肯将江家的真实情况告诉陆西西：反正你先给我，我有用。陆西西咬着下唇不说话。江素看出了些什么？那些东西呢？陆西西搂住江素的脖子：亲爱的，我跟你说实话，你不能生气哦。其实那些东西都被我卖了，我也没办法呀。我哥要结婚，我爸妈拿不出那么多钱，就跟我要钱。我才上大学，哪来那么多钱？可他们不听，非要我出钱，还说我都上大学了，为什么没钱？说我是骗他们的，我不得已才。江素一把推开陆西西：你把那些东西都卖了。陆西西又抱上去：对呀，我说了，我是不得已嘛，我爸妈。江素气得浑身发抖，抬手一巴掌甩在陆西西的脸上，陆西西倒在地上。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，上去一把攥住陆西西的衣领：我给你3天时间，把钱要回来。陆西西泪如雨下：江素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可是你的女朋友，我那么爱你。江素甩开陆西西：要不是为了你，我不会跟林夏雨闹掰，他们家也不会撤资，都是因为你，我们家要破产了。扫把星，他又上去攥住陆西西的衣领，拎着她：3天时间，把我花在你身上的钱还给我，否则我弄死你。江素像丢垃圾一样丢开陆西西，大步离开。陆西西哭着从地上爬起来：江素，我那么爱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难道对你来说我还不如钱重要吗？我可是你的女朋友啊！我站在不远处冷眼看着这一幕，淡漠地收回视线，转身离开。陆西西自然不可能拿得出钱，江素也被他爸妈逼急了，走投无路之下，直接将陆西西拽到我面前，甩到我脚边：小雨，都是这个贱女人勾引我，我一时鬼迷心窍才跟你分手，我真正爱的人是你，你原谅我这一次，再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？我保证再也不3心2意了。周围围上来一层一层的人，江素却也顾不上面子了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发誓：我江素再对不起林夏雨，就让我不得好死。我看着面前的江素，真的很难和那个跟我一起长大的小男孩重叠在一起。我突然好想吐，但又吐不出来，这种被隔应到的感觉太难受了。我抬手狠狠甩在江素的脸上：滚，别让我再看到你。江素直接跪在我面前：求你，小雨，只要你给我钱，你想怎么羞辱我都行。他含泪抬头看着我：我们家要破产了，小雨你帮帮我们家吧。我转身就走，身后传来江素的呐喊：难道你真的不顾及我们从前的感情了吗？议论声纷纷响起。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，靠别人家吃饭就好好吃，踢翻饭碗是要遭雷劈的，看吧，遭雷劈了吧。我不理会那些议论和江素的喊声，大步进了教室。这样的江素实在是太倒胃口了。课上到一半，陆西西才失魂落魄的回来，她竟然还有脸回来，我真佩服她。不过陆西西的厚脸皮对我大有用处。下课之后，我和甜甜就在陆西西附近出言讽刺，我嗤笑着说，要是我男朋友这么对我，我就直接撕破脸皮上网揭发他的真面目，反正我不想好，谁也别想好。陆西西对江素已经抵失望了，最后一丝爱意也在江素给我跪下那一刻消失了，因为江素在他心里的光环消失了。和上一世一样，陆西西开启了直播，在直播间里痛斥江素是渣男，自己有女朋友还勾引他。他甚至还向镜头面前的网友鞠躬，哭着说，对不起，我给大家起了一个坏头。
可我也才18岁而已啊，从小镇出来，从没见过江素这样的人，那么完美的人追我，我怎么可能不心动？陆西西真厉害，这番说辞竟然真的获得了一些同情。江素那些乱糟糟的事情彻底被扒了出来，就连他们家的公司也受到了牵连，吊着的最后一口气也没了，江家彻底破产了，江素的名声也毁了，跟上一世的我一样。我在去法院的路上被车撞飞，当场惨死。而江素是在去找陆西西算账的路上，因为极度愤怒没有看路，被车撞飞了，当场死亡。江素死了，那就只剩下陆西西了。我将他知三当三的言论和事迹都发到网上，还买了水军引导言论风向。之前那些同情陆西西的网友也都反应过来，开始怒骂陆西西是不要脸的小三。学校迫于压力将陆西西开除了。我又让人匿名给陆西西的父母发消息，告诉他们陆西西手里还有很多江素给他买的东西都没拿出来。陆西西的父母和哥哥立刻赶来，要将陆西西带回家，把她嫁给村里的老光棍，因为她的名声坏了，卖不了好价钱。挣扎反抗中，陆西西摔倒在地，伤到了脑袋。她突然疯了一样跑到我面前跪了下来，小雨，我错了，我应该听你的话，不应该知三当三，你是为了我好，可我却害了你。对不起小雨，你帮帮我吧，我肯定好好学习，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未来，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。如果我被带回家，就彻底没希望了，我这一辈子就毁了。他竟然觉醒了上辈子的记忆。我笑了出来，你猜我为什么让你爸妈和你哥哥来抓你回家？陆西西脸上的表情一僵，难以置信地盯着我，是你想毁了我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他歇斯底里地质问。我收回脸上的笑意，陆西西，你害死了我爸妈和我就是回来报复你的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。在我诅咒的视线里，陆西西被他爸妈和他哥哥抓走了。后来我听说他刚回到村子，就被他爸妈塞到了老光棍的床上。陆西西被老光棍折腾了1天1夜，醒来之后就疯了。他提刀杀死了老光棍，又回去杀了他爸妈和他哥，又提着刀来找我，说要杀了我，要跟我一起重生。但刚走到小镇上就被警察抓住了，他被关进牢里，嘴里还念叨着他也要重生，后来被关进了精神病院。我特地去当地的精神病院探望他，看到我原本还好好的陆西西突然疯狂大笑了出来。林夏雨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，我一直在这等你，我要杀了你。我挑眉，杀了我你也不会重生的，老天不会那么不开眼，给你这种人重生的机会。陆西西猩红的双眼死死瞪着我，我知道他现在还算清醒，那样更好。我残忍地笑了出来，陆西西，看在我们是老同学的份上，我会给你出住院费的，你放心，我会让他们好好照顾你，电击啊，镇静剂啊，每天都会给你多来几遍，直到你变成真的疯子为止。我越笑越开心，在陆西西疯狂的视线里转身离开，身后传来陆西西癫狂的嘶吼声。林夏雨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我要杀了你，杀了你啊！放开我！不要！他被控制住，打了镇静剂。我给院长交了一大笔钱，离开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我握住我爸妈的手，跟他们说，以后我不会再来这里了，都忘了吧。我妈将我抱进怀里，声音颤抖，我知道我爸妈也重生了，他们上辈子自杀了。我在我妈的怀里点了点头，我会的，我会忘掉这一切，开始新的生活。全文完。